嘿，大家好，我是永远不爱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39期。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按现在的这个国家惯例的话，是不是还得补一句，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OK， 算了吧。这事儿你得这么想，你快不快乐，你自己心里有数，对吧？那他繁不繁荣、昌不昌盛的，他自己心里有数。对，就这么个意思。OK， 我们说回正题啊。我打算开这么一个新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是什么毁了你的歌？为什么要开这个新系列？因为我最近在听一些比较顶级的厂牌，或者说一些比较出名的制作人的时候，从他们的歌里频繁听到了一些问题。对，就不能说这个事儿特别坏吧，因为你只要想听出一首歌的问题来，你总是可以听出很多，至少我是这样的，就任何一首歌你给我都可以听出无数的问题来。但是当这个问题它过于频繁的在很多歌曲里头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音乐制作行业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制作水准下降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就是如果我又频繁听到了什么不太好的地儿，我就可以单拎出来做一期节目，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它问题出在哪儿，以及怎么避免掉。那如果你是 Ham.E 的第一届成员的话，看这些东西应该对你的帮助会很大，因为你们现在在制作歌曲的过程中，有的同学就在犯这样的问题呀。所以我们的第一期讲的是什么毁掉了你的歌之 Drum Bus 篇。对，这是个效果器 ，Ableton 的一个效果器，面向鼓组的这么一个Bus 类的效果器。首先我们来这儿有一个鼓组，这鼓组有点问题，大家注意听，右声道有一声嗡的声音呀，听到了吧？呀，但就这么着吧，不换了。假设说它是一个质量很好的鼓组呀，然后我们加载这个 Drum Bus， 它在 Drop Color 里，这个我们加上它，点进来以后，默认的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是它的默认数值。我们听一下呀，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吧？它可以增加进入信号，然后这儿它有3种失真的模式，对吧？都很不一样。然后这儿可以继续提高中高频，如果你想让那个 distortion 更多一点的话。然后抗阻，其实这个比较关键了。这个 transient 很少见的功能，在 Ableton 里基本上它是最好用的。它增加的是瞬时性，指的是啥呢？就是你看一个鼓，它上来最重要的部分是它那个音头，嘎一下，然后它能让这个音头的部分的响度变大一点。那这样的话，这个鼓听起来就更有劲儿。破了。对吧？它那个音头一下就变得更明确，然后这儿就是减音量了。这儿它自己给你带了一个压缩，我建议不要用。对，它会自己先给你压一轮，你没有具体的可调制的范围，所以你就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所以像这种就不要用，这个很关键。其实大家更喜欢的是这个了。对，它给你增加低频，而且它这儿特好用的地儿是这个。直接显示这个频率代表的音高。那比如说你现在写的是个 A 小调的歌，那你就可以往上稍微找找，它显示为 A0的时候，那你知道 OK， 它提的是 A0 这个55.7赫兹的时候，这个音是个 A0 的音，那么你就很明确的知道啊，我在提这个频段，然后会让你的整个的这个低频不至于跟歌的调式不符合，所以还是蛮好用的，大家基本都在这么用。然后这儿有个 out， 这个 out 里自带一个 limit 功能，但不是特好用。你可以稍微降一点。呀，我先让它回来吧。但是你看，就感觉它太好用了，能把声音做得特别好。但如果你真的去这么用它的话，你的鼓组就被毁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DK， 这个 DK 会把你的超低频给延长。
呀，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功能。对，即便经常你听起来感觉很好，哪怕你这个 boom 是0，它也依旧会有一些你对于你超低频的一些延伸、拉伸它的时长。你这样听就能听出来。我把这个推大一点，你能听出来。呀，很明显吧？对，100%的时候是这样，声音都破了。呀，这个数值才是最讨厌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想要真的好好研究一下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直接来4个低鼓，咚咚咚咚。OK， 我自己调了它一下，然后调的特别符合那种 techno 音乐那种审美，特猛的那种所谓的低鼓。呀，听起来挺猛的。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过分一点。呀，这样吧，就特别的 techno 了。好，这时候呢，我把这个做以后的录下来。哦呀，问题就展现出来了。拖大一点。这是原始的鼓，这是你做后的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有这么大的振幅和音量，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在做母带的时候，这些地方你的音量一整体，比如说你上压缩，你上任何一个可以提升音量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地儿也都在被提升。那你整首歌里，假设你的低鼓一直存在的话，这些音量它全程都在。人家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振幅，这儿是空着的，那这儿是空着的时候，你的其他乐器在这儿就有响度可以表现，但现在它把这个响度给填满了，它把这个振幅给填满了，全都是音量。对，那这种歌如果你在 club 里去播放的话，你就会听到所有的超低频全都箍在一起，然后你音乐里其他所有的细节都听不到了，你只能听到的是呜。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去未来那场演出的时候，我不是提前一天去那个场子里去试嘛，去试他那个声场，然后我当时就是试完了以后回去立刻改母带。对，就因为那个场子那个超低频，会糊的特别厉害，它那个超低频的那个还挺严重的。然后我回去以后就立刻就改母带，就把这些点儿都对能消就消，尽量的去让它短一点，这样你歌曲的细节还能听到。因为本身我的歌低频就特别重，然后在那个现场的环境里边，如果它还是呜的话，那听众就听不到你歌曲里其他任何细节了，而且你整首歌的响度也会因此被降低。那你 kick 你就让它稍微就是有没问题。那比如说你到这儿没问题，其实这样吧，我把这个改成 long decay， 然后我们再新进一个，再录一下，然后这个我把 decay 改到40差不多38左右，对，试一下的，就是随手摸的一个数值，没有任何的讲究。然后我们再录一下它，听听现在的效果。呀，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至少腾出来了一块。那这是原始的，确实是多了一些。那个你想要那个低频猛的那个劲儿抓住了一些，但是跟这比的话，至少这些底儿它是空出来的，对吧？其实这样的在母带里被推高了以后，它可绝不仅仅是这个振幅了，就音量又大得很了。任何一点点振幅在母带端，当你去做大响度的时候，它都存在，然后你的歌的其他轨道的空间就被占用了。那听起来的话，它俩可能会有区别。比如说，我们来对比一下。你会觉得说这个低频不猛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仅仅是在听一声东西，你有整首歌呢，你的整首歌里还会有 sub bass， 对吧？你其实这一轨最跟它抢频率的是 sub bass 啊，因为它本身它就已经是一个 sub bass 了。如果你懂合成器原理的话，一个低鼓一个 kick， 它是一个小的 click， 再加一层 sub bass， 二者合出来的这么一个声音。所以
言的部分已经都是 sub bass 了，然后此时你自己还有轨道里你还又写一个 sub bass， 然后这二者就撞嘛，很容易你就破音了，你的音质你的低频就很容易就失真了，然后就很难听，然后你其他的轨道还都被它抢了音量，你看这就是问题。对，我强烈建议大家在使用 drum bus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decay。其实所有的鼓组里我是几乎都不用 drum bus，drum bus 我往往把它当成一个做 sub bass 的效果器而用，我反而不会在鼓组里怎么用它。但是母带的时候会用，因为这个 transcend， 如果你没有其他付费的软件的话，这个功能还是必要的。那你这个瞬时性它是必要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就比如说你把这些全都推到0，对，全都推到0了以后，你记住啊，你只加这个的时候，这个 decay 你一定要重新去调整它。我会建议大家默认直接放在50上，进来就直接50，然后再往下调。它对你的这个低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哪怕你这首 boom 是0。对，太多歌曲低频全都估在一起，就让我觉得大家在干啥呀？为啥？对，后来找到的这个罪魁祸首，可能就是 drum bus 里的这个 decay 了。它对于超低频的这个延长，真的极大的伤害了大家的歌曲。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技术点。然后打个广告，因为发现好多 B 站的朋友是不知道我们的官方网站已经上线了 ，Ham 我们这个厂牌的官网已经上了，你可以对 ham.fm， 你可以直接搜到它。对，进来以后是一个超屌的，记住啊，在电脑上看啊，妈的花了好多钱，好牛逼的设计团队，然后你在手机上看不出啥效果来呀，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些歌。啊，我强烈建议你就直接在 menu 里点进这个 radio 啊，其实对，就是这个 radio 了。你其实，在首页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点进来，对，然后点进 radio 一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听到所有的歌，但它是随机播放，你也不能跳过。哦呀，这太适合讲我们今天这个课题、这个话题了。邦邦的 drum and bass 呀。你看它为什么特别合适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有很重的低鼓，然后它又有 sub bass， 然后它的这个低鼓的咚咚咚就是短的，因为它 sub bass 很长。你是能很明确的听到它的低鼓就是一声咚咚咚，然后 sub bass 很大很长，这个就是对的，这就是对的用法。它没有让它的低鼓也变得特别长。然后那样的歌做出来以后，那个超低频听着其实是挺难受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个电台，因为所有的歌都是免费在放给大家听的，所以大家可以多来这儿听听歌。而且我恳请大家千万不要把 Ham 这个官网当做是一个听歌的网站，它不是一个听歌的网站，它是一个厂牌的品牌网站。这个网站是用来装逼的，不是用来听歌的。我非常理解大家已经被那些听歌网站惯坏了，觉得这个地儿就是一个听歌的地儿。不是的，你随便点进去一首歌，你能进行的试听只有30秒，30秒以后它就停了。对，我们现在还没有上架任何的流媒体网站，所以大家可能想听到完整版呢，你就只能在 radio 里，对，就只能在这个电台里听。那电台里所有的歌又都是随机播放的，请注意，是全球的朋友们听到的歌都是随机播放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跳过，不能快进，不能切歌，什么都不行，你就是听，放到啥是啥。全球的朋友们天涯共此时。对，然后这儿也没有一个，这儿其实就是 Ham 是没有在这个电台里设那个 Loves 限制的，所以它跟很偶尔的情况下吧，它可能会跟一些电台的体验不太一样，就是电台它会把你的响度给你抹平的，不会让你随时去来回调这个响度。但是在 Ham 我们是去掉了 Loves 这个限制的，因为我们认为 LUFS 这个东西，或者说一首歌的响度，它本身就是好的母带是进行艺术表达的一环。对，
一定要注意前置啊，它是好的母带式的表达自己艺术的诉求的一环，所以我们是不希望消磨掉他们的那些设计的。那就偶尔会带来一个情况，就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它的响度很大，然后另外一首歌，响度好像小了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用这个音量条就稍微调整一下了。但是我更推荐大家就不要懂这个音量条，你就去感受那个母带式的设计。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梁欢的这张专辑里，他的母带做的是就是我的那个专辑了。没有人我这么做母带的，我把母带的 true peak 设到了-2 dB， 没有人这么做母带的。我就是想让大家，我就想让它音量稍微小一点，然后响度稍微小一点，然后让大家在一个相对安静的氛围里、环境里去认真听一下而不是 OK。那现在换歌了，对，切到下一首了。然后这个我们是有多国语言版本的，我操，这个牛逼了！你如果想看看那段的中文的意思，你就可以点到中文的页面里来，对，它就出来了。就妈的，一个国际化，快把自己搞死了，后台啥东西都要传3遍啊！对，就大家可以切到中文里来看一看那些东西都是什么。然后这儿有这个 HAME 第2届的HAME 的一些信息，第2届的报名还没有开始，大家不用着急。只要你在看尽量更新这个节目，你一定是第一时间得到报名信息的。我永远都会先在这个节目里去讲，大家可以准备好了，怎么样了？因为尽量更新的观众显然是更适合来参加 HAME 这个教程的。然后如果你想参加 HAME 教程，你想看一下大家的作品怎么样的话，我们点到这儿来，我们在 Grid 模式里看一下。HAME 其实有3类的作品，第一类呢，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儿。它点进来了以后，它的名字叫 HU 什么什么，对，它全称是 HAME Underground。HAME Underground 的所有作品就都是 HAME 第1届学生，我们第1届成员的优秀作品。他们可能有的人之前从事过音乐相关的工作，有的人是完全零基础的，但是他们都做出了非常惊艳的作品。对，你想看一下 HAME的教学水准怎么样？对，这是最好的检验的地儿。它会标注为 HAME Underground， 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它标的是 HT。HT 的意思是 HAME Top Shelf， 这个系列就是全球最好的电子音乐这Gcat 哥俩3年多没做歌了，就被我各种软磨硬泡、威逼利诱重新复出了，做的歌这一听就是他妈世界最好的 techno， 这没得说。对，然后包括这个有什么卡，梁欢的一张专辑也是可以在这儿听到。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可能没有通过 ，sorry， 稍等一下，我找到那个歌，比如说这个吧，他没有通过 HAME 的 Top Shelf 或者 Underground 的这2个品类的审核，但是他通过了梁欢个人作为他我审视你是否一首工业级作品的标准。对，那他就会标注的厂牌是 HAME。请千万不要认为标注 HAME 的就是不好的音乐，他们都是很好的音乐，只不过所有的评委会都有自己的口味和标准，你不应该信任任何人的标准。就比如说这首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巴比特吧，你听一下这30秒，你就能知道，这很棒的。你好。对啊，就太适合给游戏做配乐了。所以大家就多来这儿听歌，然后这期我们就这样，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对，顺祝祖国繁荣昌盛，随他便吧，操。